圣人界，整个万延帝国千年历史内，也只有寥寥几位而已。至于云飞雪这等二哥对女圣，乃是唯一。他竟仗着这份力量惹辱他的妹夫。叶言，即刻毁掉婚书，承认此婚约乃是叶啸天伪造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父亲是我此生最为敬仰之人，我怎会承认这等污蔑？圣人为天，凡人为狗。叶言，你在我眼中犹如草芥，如你这般人物，也敢违抗我的圣命，在我与云家眼中，不过是蝼蚁而已。我还活着。云飞雪，云飞月，你叶言永远也配不上我。我已觉醒圣体，即将进入云朝宗，那可是南域境内的圣宗，而你不过是凡人而已。圣凡两别，你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。跟叶将来的丈夫乃是世间天才，可你在我眼中只是凡界的一条狗。我不服，这婚约明明是当初云家弱小时求着叶家定下的，若和平解约也就罢了，为何你们要如此羞辱整个叶家？这把剑是父亲叶啸天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这些年来我一直珍若生命，剑从不离身。临剑而已，今日我便让你清楚，圣人眼中一切皆为凡，此剑也是如此。一把破剑竟当作宝物，蝼蚁果然是蝼蚁。婚约作废，飞跃，我们走。云家当真是欺人太甚，一世为人怎会一直平庸？我叶言从不行，我也绝不是普通的凡人。当年我出生之时便身怀地体，乃是世间最惨体质，圣体又是什么狗屁？只是父亲怕此等体质给我带来杀身之祸，方才用一剑将其封印，使我看上去宛如凡人。如今剑已断，封印也将彻底解除。父亲，对不起。这把剑伴随您多年，只是言儿无能，言儿连您唯一的遗物都没有保住。当初父亲一人一剑斩杀外敌，此剑陪伴他终至死亡。父亲临死之际将此剑托付给我，让我好生待之。可如今父亲唯一的遗物竟被人所毁，还被无情践踏。身为人子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金色丹田，世间修炼者体质觉醒时，丹田会画出对应色彩，代表自身天赋，有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几个层次。赤色丹田天赋最弱，能达到青色丹田，便已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。整个帝国如今也只有云飞雪一人。蓝色丹田在南域内寥寥无几，皆是天之骄子。至于紫色，唯有历史上的超凡强者才能达到，可冲击大地之威。而我这金色丹田乃是世所罕见，天赋更在紫色丹田之上，万古仅有，我竟拥有着真正的最强体质。父亲，自今日起，我会让世间明白，圣凡无别，凡人亦可逆天震杀圣人。云飞雪，云飞月，不用太久，我将亲临你们面前，更会让你们知晓，圣人在我面前也如蝼蚁，你们不过尘埃。哼，10年前云家落难，枉我们叶家还曾以全家之力相助他们。如今云家倒好，竟闪将仇报，将言儿打伤至此。唉，此次大难，不知言儿是否能挺过去。诸位长老，不好了，齐家之人上门了。他们说，此次要将家主叶啸天之名从苍云城的苍云圣碑上抹掉，甚至要换上齐家之人的名字。齐家，谁都知道。他们乃是云家的走狗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苍云圣碑乃是600年前苍云城内第一位圣人所立，600年以来，也只有10人之名书写其上，能够被留名者，乃是全城的骄傲，更是真正的英雄豪杰。3年前，父亲叶啸天一人一剑抵抗敌国来犯，守住了苍云城，却也因此力竭而死。
而后方才得以在苍云圣碑上留名。如今只因为得罪了云家，便要将他的名字划掉，我不答应。自苍云圣碑上除名，可是一种极度的羞辱。当年也曾有一人留名苍云圣碑，而后他通敌卖国，方才被除名，遗臭100年，被人耻笑。因此，啸天若被除名，绝对会成为苍云城乃至整个帝国最大的笑柄，甚至还会被不明所以的人误以为他背叛了帝国，更将世代背负骂名。而且，在苍云圣碑上留名者的家族，旁人不可轻易灭杀，不然苍云圣人留下的意志之怒，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。一旦被除名，叶家再不受庇护，届时怕是会有不少势力对叶家出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云家豪狠的心呀，这不仅是要将我叶家所有的荣耀全部斩灭，更是要让我叶家家破人亡。言儿一生最为敬重之人，便是他的父亲叶啸天。若是言儿知晓他的父亲死后都要被人羞辱，怕是会极度伤心，甚至一蹶不振吧。走，去会会齐家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啸天的一世清明。3年前，敌国大军压境，兵临苍云城外，父亲叶啸天一人一剑为守护苍云城浴血奋战，最终力竭而死。那份战功赫赫，全城百姓有目共睹，方才得以将名字刻在苍云圣碑之上。这是父亲用性命换来的荣耀。如今齐家这群云家的走狗，竟敢要将父亲的名字除名。叶龙，今日我等来此，只是通知你叶家一声而已。没想到你叶家竟是如此不识抬举，得罪了云家。你叶家还想如以前一般立足苍云城吗？如今云飞雪与云飞月已回云昭宗，云家这些年虽有了些底蕴，但据我所知，达到冻灵境的修炼者也没有几位吧。6重冻灵境，若真逼急了我们，便与你齐家、云家死战到底。或许我叶家会就此覆灭，但你齐家也别想全身而退，必定要付出惨痛代价。哼，若非苍云城内有着苍云圣碑上留名之人的家族不可随意斩杀的规矩，叶家早已被我弹指间覆灭。而且如今飞雪小姐在云朝宗内争夺宗主传承人之位，不能留人把柄，暂且忍耐几分。云朝宗是此片区域内最为强大的宗门，若云飞雪能够成为其传承人，未来执掌云朝宗必将无可匹敌。叶家又算得了什么？叶龙，即便你拥有6重冻灵境的实力，此次叶啸天的名字也必将从苍云圣碑上除掉。苍云城的规矩你还记得吧？想要在苍云圣碑上留名，无非有2种办法。其一，乃是为苍云城立下赫赫战功；其二，便是参加苍云城100年一度的苍云战。苍云战，哈哈，城主府特批第7届苍云战提前举行。叶龙，这可是城主的意思，你叶家难道还想与城主府为敌不成？城主府竟也倒戈向了云家，圣人之威当真高不可攀。即便云飞雪已回云昭宗，不在万岩帝国境内，但其圣威依旧能震慑各方，让所有家族宗门俯首称臣。云家这是想要将我叶家颜面扫地，彻底剥夺所有荣耀，而后再将我叶家斩尽杀绝啊！我叶家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叶龙，到如今你叶家还不明白吗？一切都只因为你叶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云飞雪已成圣人，云飞月如今16岁便踏入结丹境，更觉醒了圣体。他们未来必将站在这片区域的巅峰之上。你叶家又算什么东西，也配与云家联姻？更何况飞雪小姐之名也在苍云圣碑上。她离开苍云城时曾说过，与叶啸天的名字同处一块碑文之上，是她一生的污点。好一个一生的污点！言儿，他活下来了！啸天保佑啊！言儿真的恢复了。
叶岩，你竟还没死！哈哈哈！不过也好，1月之后，我齐家天才齐山会在苍云战上夺魁，到时候你便亲自看着你父亲的名字被从圣杯上抹掉，也好让你彻底明白得罪圣人的下场。你齐家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？难道你就这般笃定岐山能在苍云战上夺魁？哈哈哈！叶龙，苍云城内谁不知道我儿岐山天赋超然，有圣人之姿？此次苍云战，城内年轻一辈，无人可与之相比，夺魁乃是板上钉钉之事。苍云战，20岁以下皆可参加，名字刻在圣杯之上，便是家族一门的荣耀，旁人不可随意动其家族。云飞雪虽是圣人，却也有所顾忌。只因那苍云圣杯是600年前一位圣人，那是万炎帝国建国以来苍云城唯一走出的圣人，名唤苍云。这座城池便是以他之名，城主府更是由苍家世代接管。如今他们竟随意更改规矩，还想抹掉父亲的名字。既如此，我便亲手将云飞雪的名字从圣杯上。我当然要参加。哈哈哈哈！叶岩也要参加苍云战，他就是个真正的废人，至今未曾修炼过半分，不过是个凡人罢了。虽有几分傲骨，却被云飞雪重伤经脉骨骼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，竟还敢妄想参加苍云战。难道你也想争夺魁首不成？不过也好，你若参加，整个苍云城乃至万炎帝国的人都会前来观看。到那时，所有人都会见证我儿岐山荣登荣耀之位，名留苍云圣杯。而且这样一来，便能在苍云战上名正言顺地斩杀叶岩。苍云战本就拳脚无眼，死个人也在情理之中，不算破坏规矩。若岐山能斩杀叶岩，在云家面前绝对是大功一件。等叶啸天的名字被抹掉，叶家再无圣杯庇护，便是叶家灭亡之日。我齐家跟着云家，必定能成为万炎帝国无上尊荣之族。叶岩，1月之后苍云战上，我等着你。我们走。言儿，你太冲动了，苍云战岂是那般简单？你从未修炼过，一旦参加，即便不死，也会身受重伤，这是我和整个叶家都不愿看到的。城主府竟篡改规矩，按照往日惯例，我叶家的确不得不参加。只是言儿，你万万不可去。咱们叶家内倒也有几位不错的小辈苗子，只是叶家年轻一辈人数不少，但论及顶尖天才，却无一人能拿出手。别说与岐山争夺魁首，即便想闯入苍云战前10，都难如登天。还有1月时间，一切都还有机会。这1月之内，让叶家所有小辈日夜苦修，不得有丝毫懈怠。爹地，苍云战我会参加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死战到底，拼尽全力守住萧天书的名字。我也是。这一次，叶家怕是真要遭遇灭顶之灾了。叶家所有的荣耀都将彻底灰飞烟灭。萧天即便身死，也会沦为世间笑柄，不得安生。萧天，若真到了那一步，即便拼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，也要将言儿送出帝国，保他一命。地体已然解封，如今还有1月时间，凭借地体之威，在苍云战中夺冠，并非不可能之事。天地诀，岩界之中，功法由低到高分为凡品、灵品、圣品、尊品、皇品、地品。传闻中还存在着凌驾于地品之上的天品功法，每一品又分为下阶、中阶、上阶。即便是最基础的凡品功法，在寻常家族中都属珍稀之物。叶家在苍云城不算弱小，却也只拥有一部中阶灵品功法。这天地诀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功法？天地诀，天品功法。若修此功法，需无上毅力者方可为之。天品功法，世间之上，我所知的最高品级功法不过是地品，这天地诀竟比地品还要强大。
吞噬天下兵器。天地诀虽可如普通功法一般修炼，但若是有机缘吞噬强大兵器，境界便能飞速攀升。吞噬的兵器等级越高，境界提升越快。这功法实在太过变态，真的能修炼吗？这把剑是父亲留下的，剑内的功法想必也是父亲所赐。当初父亲封印我的地体，或许就是为了锻炼我的毅力，为修炼这天地诀做准备了。如今我和叶家都迫切需要力量，仅依靠家族的中阶灵品功法，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与云家抗衡。既是如此，这天地诀我修。如今我地体解封，经脉、骨骼、丹田恢复，以致柱体9重巅峰。既然要修炼天地诀，便需要吞噬兵器，看来得去灵阁一趟。修炼天地诀必须吞噬强大兵器，至少也得是一件灵器。可灵器在整个苍云城都是极为珍贵的存在，即便是叶家，当初也只有父亲叶啸天留下的那柄剑算得上灵器。如今只能去灵阁碰一碰运气了。那是叶岩，他居然真的活下来了。云飞雪那等圣人之力，他能活下来已是侥幸。只可惜啊，纵然活着也和废物没两样，这辈子怕是都无法凝聚天地灵气入体了。听说城主府突然宣布要再次举行苍云战，明眼人都知道，云家这是要把叶啸天的名字从苍云圣杯上抹去。叶家怕是撑不了太久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，而且我还知道一件更荒唐的事，叶岩也要参加这次苍云战。什么？叶岩？他现在就是个废体，参加苍云战不是去送死吗？在这世上，唯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堵住所有愚蠢的言论。如今我尚无足够实力，不必与这些人争辩。或许2楼会有一些珍稀宝物，说不定能找到灵器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！你说什么？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是严少爷，严少爷他去灵阁了，而且齐家的2少爷齐水，还有齐家一位长老也在灵阁里。走，立刻去灵阁！希望齐家不要乱来，不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此剑多少灵币？灵币乃是炎界通用的货币，用于兑换各类修炼资源与物品。客官，40枚，这把剑我要了。是齐家的人，那少年是齐山的弟弟齐水，旁边的是齐家长老齐长剑。自从齐家依附云家后，在苍云城可是越来越嚣张了。齐山本就有希望夺得苍云战魁首，将来名声怕是要传遍整个万岩帝国。齐水天赋不差，年纪轻轻就有这般实力。齐水年仅13岁，便已完成筑体9重，距离灵气境仅一步之遥。天赋在苍云城年轻一辈中也算佼佼。叶岩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。小子，没听到水少爷的话吗？这把剑我齐家要了，10项点就把剑交出来。齐家这是摆明了要针对叶家，若不是叶啸天的名字还在苍云圣杯上，齐家怕是早就直接对叶家动手了。世间本就是强者为王，叶岩如今是废体一个，这次怕是要吃大亏了。刚才我听到他出价40枚灵币，我齐家出价100枚灵币，这把剑归我们了。货已出手，这把剑现在属于这位小哥了，恕我不能卖给你。什么？你还想在灵阁放肆不成？灵阁在苍云城地位不凡，传闻阁内有9重洞灵境的强者坐镇，齐家再嚣张也不敢在灵阁撒野。不敢。依照齐家的性子，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叶岩一出灵阁，他就要被斩杀。多谢道友今日替我解围。无妨，在灵阁内，我自会护你周全。
小子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这里是灵阁之外，阁内的人再也管不了你了。今日我齐家不仅要那柄短剑，还要你跪下把剑交出来。三重洞灵境这等实力，在苍云城的确算得上强大。苍云圣杯留名之族，外人不可欺辱。你齐家身为苍云城家族，难道不懂这规矩？苍云圣杯的确有此规矩。我齐家长老自然不能对你动手，但我若是向你挑战，总可以了吧？齐水才13岁而已，居然要挑战叶岩。但他达到了9重筑体巅峰，叶岩根本不是其对手。怎么，叶岩你不敢？我不过13岁而已，你连我都不敢一战。无论叶岩作何选择，他自身乃至整个叶家的尊严都将被彻底践踏在地。既已避无可避，何惜一战？齐家好大的威风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对我叶家小辈步步紧逼。你们莫非没学过苍云圣杯的规矩吗？叶家大长老亲自到场，今日之事已无法再强行逼迫，只能暂且退去。叶岩，难道你这辈子都只能躲在叶家身后当缩头乌龟吗？一个大男人这般懦弱，当真让人悲哀。你父亲当年倒是装的一副英雄模样，而你却如此窝囊。我现在甚至怀疑你父亲当年手下苍云城的事迹是真是假。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不仅如山，是叶岩心中最敬重之人。今日齐水竟敢当众羞辱叶啸天，无疑是触碰了叶岩的底线。你不是想要与我一战吗？今日我便成全你。言儿不可，此事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呵呵，这么多人亲眼见证，叶岩也亲口答应应战。叶家大长老，难道你是想让叶家人说话不算话，失信于整个苍云城吗？你们废话太多了，出手吧。叶岩真是愚蠢，这般意气用事，只会害了自己。年少轻狂，终究要付出代价。他这是自寻死路啊！叶岩虽与齐水同为筑体9重境，但他地体解封后，此境界的根基远比齐水深邃，力量更是天差地别。叶岩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我父者，当死。叶岩尔敢？世间之事，我有何不敢？齐长剑，这是齐水主动挑衅发起的决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怎么，齐家这是输不起，想毁约动手吗？哼，叶龙、叶岩，咱们走着瞧。1月之内，叶家必灭。走吧。叶岩竟还有这般力量，他不是已经沦为废人了吗？他只是恢复到了筑体9重境而已，算不上真正的强者。云飞雪当年用圣威震碎了他的丹田，经脉骨骼虽能靠灵丹妙药恢复，但丹田破碎，无法凝聚灵气。他这辈子最多也就止步于此了。这次事情闹大了，齐家与叶家算是彻底不死不休了。1月后的苍云战，必有一场好戏看。灵台剑种地，乃是苍云城内500年前一位灵台境修炼者的驻兵之地，自其死后便一直封闭。如今剑种的喷薄出强大灵光，传闻7日后便会正式开启，其内更是可能藏有灵气。如此机缘，苍云城内所有家族势力都绝不会错过。叶家如今急需提升实力，定然不会放过这等机会。7日之后，齐家与叶家必定会在剑种地相遇，到时候又是一场恶战。只是不知道叶岩会不会一同前往。据说剑种地深处唯有少年方可踏入。
他虽是少年，但实力也就筑体9重，进去也是送死。叶家定然不会让他跟随。灵台剑种地竟有灵气，这正是我修炼天地诀所急需的。言儿，没想到你竟已达到筑体9重境，你父亲在天之灵得知，也定会深感欣慰。只是日后不可再这般冲动，动辄下死手，容易给叶家招来更多祸端。好。这柄短剑算不上真正的灵气，但其中蕴含的灵力比寻常凡器珍贵得多。暂且先用它来试试天地诀的威力。3重凝气境，寻常修炼者从9重筑体境突破，也仅能踏入1重凝气境，而叶岩却直接跨越2个层次，飙升至3重凝气境。这等突破速度，若是传至外界，必定引发整个苍云城乃至万炎帝国的震撼。常人需耗费半年甚至1年的苦修之功，叶岩竟在顷刻间便达成了。这短剑并非真正的灵气。若是能吞噬一件灵气，怕是能直接突破至4重甚至5重灵气境吧。不知我可修炼天地间哪一道属性的灵气？天地间存在万道属性灵气，涵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风、云、雷、刀、剑、龙、虎等诸多品类。修炼者踏入凝气境后，除了丹田会浮现对应天赋色彩，还会凝聚出专属属性形态，譬如化作雷形，便是雷属性丹田，可吸收天地间雷属性灵气，释放时雷电轰鸣，此为雷体。若化作剑形，便是剑属性丹田，可吸纳剑属性灵气，剑气磅礴，此为剑体。这代表着我拥有万道属性，可吸收天地间任何属性的灵气，也可凝聚出任何一种属性的力量。如今我这算是万道地体，天地间任何力量皆可化出。云飞月虽觉醒圣体，也不过是云属性的圣云体而已。而我身怀万道地体，它与云飞雪的傲然，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魂魄似乎壮大了不少，感知力也比之前敏锐了数倍。我似乎在脑海内诞生了一枚魂丹，魂丹如同丹田一般，丹田容纳灵力，魂丹则承载魂力。所谓魂力，便是魂魄的力量。世间修炼者分为2类，一类是修炼灵力的武者，另一类便是修炼魂力的魂师。炼丹师、炼气师、阵法师皆属于魂师范畴。拥有魂力，方能成为魂师。在岩界之内，魂师地位极高，无论是炼丹师、炼气师还是阵法师，皆是各大宗门家族争相拉拢的座上宾。即便云飞月、云飞雪所在的云朝宗，对强大的魂师也颇为敬畏。苍云城内仅有3位魂师，每一位都身份尊崇，受各方礼遇。魂力果然恐怖，这还只是一道基础魂力，未配合任何武技便有这般威力，足以让我与5重凝气境修炼者一战。若是搭配灵力，即便遇上6重凝气境之人，也可与之抗衡，不遑多让。天地绝境如此玄妙，不仅可修灵力，还能同时修炼魂力，这等功夫堪称逆天。苍云战还有1个月时间，可我如今3重凝气境的实力依旧不够，岐山的修为早已达到结丹境，远超我当前境界。看来灵台剑种地是非去不可了。剑种地开启之日，必定会吸引苍云城所有年轻天才争夺，竞争极为激烈。但此地我必去，其中的灵气我也必争。若那灵气真会选择天赋最强者，那这宝物非我莫属。将其吞噬后，我的实力必定能再度大幅提升，足以抗衡岐山。
如今我已踏入凝气境，按照天地诀的提示，应该可以进入剑内选择武技了。叶家叶岩竟敢杀害我儿！家主息怒，只怪老夫无能，没能护住少年，才让他遭此横祸。此事不怪你，谁能想到叶岩竟也达到了9重珠体境？我儿定是小觑了他，才会被当场斩杀。但这笔血账，叶家迟早要还，而且不止叶岩一人要还，杀我儿一人，我便让叶家所有少年全部陪葬。灵台剑种地即将开启，叶家必定会前往争夺。此次我要让叶家少年有去无回。家主，灵台剑种地一行，叶龙定然会亲自跟随。他乃是6重洞灵境修为，实力不容小觑，我得需谨慎应对。我何时说过要让齐家与叶龙死战？何况叶啸天的名字还刻在苍云圣杯之上，我齐家怎会公然坏了规矩动手？你们忘了，真正的剑种地核心区域，我等长辈根本无法踏入。那里的阵法有明确限制，只允许18岁以下的少年进入。我齐家之内，岐山少爷天赋卓绝，早已达到结丹境，可他终究19岁，超过了年龄限制。至于其他少年，实力平平，很难在剑种地内诛杀叶家众人。叶家18岁以下的少年不在少数，且实力皆不弱。岐山本可横扫一切，却因年龄无法进入，这让齐家陷入了两难。杀他们，何须我齐家少年出手？拿我齐家令牌送信给方家家主，告诉他，若能诛杀叶家所有少年，我齐家便拿出一件下阶灵器作为报酬。至于叶岩，我齐家人亲自来杀。方家在苍云城势力雄厚，方家家主之子方产未满18岁，已达到8重灵气境。方家中还有2位7重灵气境的少年，实力足以碾压叶家小辈。叶家的叶童、叶然也不过是6重、7重灵气境吧？即便有变故，我齐家也有7重灵气境的少年坐镇。何况剑种地内的灵气会自主选择天赋强者。可惜岐山年龄超了，或许要便宜方家。到那时，方家少年手持灵气，叶家小辈岂能活命？到时候叶家少年尽数惨死，我倒要看看叶龙他们的脸色。看来以我如今的实力，只能观看第一排书架上的武技术法了。灵品中阶武技，还有灵品高阶武技。在苍云城，即便是叶家、齐家这等顶尖家族，一本灵品高阶武技也算得上镇族珍宝。而在这里，第一排书架上竟摆放着成千上万本，这般底蕴足以震动整个万炎帝国。圣品下阶武技，武技一旦踏入圣品，便极为珍惜。整个万炎帝国，或许只有帝都皇族、苍云城城主府等寥寥几个顶尖势力才有可能拥有。任何一本圣品下阶武技，都足以让一方势力为之疯狂。而这天地界内空间，竟将其随意放在第一排书架上。叶岩不禁猜想，后面几排书架上的武技必定更为强大。1个时辰后，叶岩翻阅了大量武技，最终选定了3本。第一本是灵品高阶武技雷拳，可将丹田灵气化为雷电凝于拳间，威力无穷。第二本是圣品下阶武技飞剑诀，能化气为剑，灵力万分，可远途突袭。第三本是魂力武技千丝针，能将魂力凝聚成细如发丝的针，杀者无形。单是这第一排书架便堪比云朝宗的全部宝，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大的机缘。寻常天才修炼这3套武技，
至少需要1年时间。而叶岩凭借万道地体与天地诀的加持，仅用7日便尽数修炼至大成。如今这般实力，去往灵台剑种地又多了几分把握。若此行有所收获，1月后的苍云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言儿，你这是？我也要前往灵台剑种地，我也要前往。剑种地太危险了，四处皆是禁制与凶险，你万万不可前往。叶岩刚斩杀齐水，齐家恨他入骨，若是在剑种地撞见，不知会做出何等疯狂之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哥，便让言儿跟着我们吧。今日我叶家精锐尽数前往剑种地，族中极为空虚。齐家明殿上还与苍云圣杯，规矩不敢动手。可若是暗中派人偷袭，言儿独自留在家中，反倒更加危险。也好，你跟着我们便可，切记不可踏入最终的剑种地核心区域，这样便无大碍。叶家出动啊，几乎是倾巢而出，连叶岩都跟着来了。他跟着去有何用？剑种地最终的灵气争夺，靠的是18岁以下的天才。叶龙怕是怕叶岩留在家中遭遇凶险吧？毕竟自从叶岩杀了齐水，叶家与齐家的关系愈发紧张了。话虽如此，齐家这次怕是又要对叶家发难了。论天才实力，叶家根本不占优。这次剑种地争夺，叶家讨不到半点好处。但据我所知，此次18岁以下天赋最强的，应该是方家的方产，他可是已经达到8重灵气境。灵台剑种地开启，争夺灵气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苍云城。今日所有修炼者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争夺之上。叶家众人一路被人指指点点，承受着诸多质疑与嘲讽。半个时辰后，终是抵达了苍灵山脚下，灵台剑种地便隐匿在这座深山之中。叶家这般境地，也敢来凑剑种地的热闹？我叶家行事，何须向你齐家报备？有何不敢来的？哼！齐家主、叶长老，各位久等了。花婆婆，没想到您会亲自前来。灵台剑种地开启，这般大事，我怎能不来见证？你便是叶岩吧？很好，你或许不认识我，但飞雪小姐与飞月小姐都是老奴一手伺候长大的。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云家的一切荣耀与威压尽数消散。好了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诸位随我进山吧。前方好强大的剑气！我等此行只为护送各家少年踏入剑种地，如今已然抵达，接下来的路便只能让少年们自行进入争夺。切记，唯有18岁以下者方可踏入剑种地。话音落下，
方家、吴家、齐家及其他势力的少年纷纷上前一步，跟着队伍向着山洞走去。叶家的叶然、叶童等少年也告别长辈。叶岩，当初你父亲守护苍云城一战时，不慎掉落了这块玉佩，恰巧被我捡到。难道你不想看一看吗？若是你叶家不要这玉佩，我便拿去变卖了。谁也没料到会有少年突然喊话，引出叶岩，场面瞬间陷入紧张。妍儿，大长老放心，我们会护好炎帝，绝不让他出事。哈哈哈！叶龙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就赌你叶家这些小辈能不能活着走出剑种地。我赌你叶家一个也走不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也不必动怒，我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。剑种地内凶险未知，谁知道会遇到什么？或许藏着凶猛野兽也说不定。叶家小辈这般孱弱，怕是连野兽都抗衡不了吧？即便你齐家狼子野心，我叶家小辈也绝非任人宰割之辈。我倒觉得齐家主说的对，剑种地内凶吉难料，一切皆看天意。不好！叶龙及叶家众人瞬间反应过来，脸色齐齐沉了下去。齐家与方家竟然联手了。18岁以上者果然严禁踏入。这可是当初灵台境强者留下的禁制，除非自身也踏入灵台境，否则根本无法强行突破。若我叶家弟子有一人死在洞内，尔等也别想好过。即便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要将你们尽数斩杀。怎么，叶家是想反了天不成，还是根本不将我与城主府放在眼里？花婆婆周身散发出6重共灵境的威压，席卷全场。城主府管事体内也释放出同等气息，同样是6重动灵境。叶家要倒大霉了！今日叶家若敢主动动手，云家必定借机施展杀伐之术，直接将叶家铲平。毕竟是叶家先动的手，这般也不算违背苍云圣杯的规定。若叶家忍下此事，那也只是苟延残喘。叶家小辈身陷绝境，怕是没了天才，叶家拿什么参加苍云战？最多再撑20来天，便会彻底覆灭。云家、齐家、方家乃至城主府，无形中形成了联盟，将叶家逼入了绝地。云家与齐家这一招实在太高明了，借刀杀人还能全身而退。山洞之内，众人对洞外的暗流涌动一无所知。这玉佩给你，好歹也是灵气境修炼者，为何会惧怕叶岩这个废物？众人皆加快脚步，生怕灵气被他人抢先夺走。现在动手吗？不急，此刻动手，他们若是回头往洞口逃，说不定能逃出去。等进入深处，到了真正的剑种地核心，待灵气认主到手，再动手便万无一失，他们插翅难飞。方产闻言，缓缓点头应允。方产心中笃定，只要灵气到手，叶家众人便再也没有反抗之力，必死无疑。走在队伍前方的叶岩，眉头微微一蹙。从那少年突然拿出玉佩引他进洞，他便觉察到不对劲，因此一路都将魂力悄然释放，对外界的感知敏锐到了极点。方产与齐化的对话声音虽小，却丝毫没有逃过叶岩的魂力感知。方家与齐家果然联手，还想将我们诛杀在此。看来齐家人早有预谋，那云家花婆婆赶来，怕是为了亲眼看着我叶家众人死在这里。
替云飞雪、云飞月了结后患，只可惜你们注定要失望了。约莫小半个时辰后，众人终于抵达了山洞的终点。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。这一幕让其余少年惊颤不已，终于明白这剑种地的灵剑绝非不死，已然之。家主曾说灵气会自主认主，而这些普通利剑也并非毫无价值，或许其内藏着武技、功法传承，一切全看个人机缘。话语落下，吴家及其他势力的少年纷纷行动，各自向着地面上的利剑走去，挑选属于自己的机缘。一人只能选一把剑带走，选好之后立刻滚出去。还想反抗不成？他们皆是聪明人，知晓此刻不宜硬碰硬，慌忙各自挑选了一把剑，匆匆离开了剑种地核心区域。此地便只剩下方家、齐家与叶家的少年，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待会儿开战，哪怕拼上性命，也要把炎帝送出去。好，如今只剩下我们了，有些账也该清算一下了。叶言，今日你若跪下来求我，我齐家与方家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做梦！叶家的人果然嘴硬，动手！守住灵剑，要是让他们得到灵气，我们就真的毫无希望了。叶家之人也就这点能耐，即便不动用灵剑，也能将你们尽数诛杀。叶家其他人交给你们对付，叶岩留给我，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，为齐水报仇。炎帝，该死！叶岩，跪下来求饶！听到了没有？让你跪下来！让我下跪！找死！今日我便让你知晓，我够不够格，更让你明白凝气境的力量有多强大，是你此生永远都无法触及的。炎帝，这怎么可能？叶岩竟然拥有灵气，他的丹田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还能修炼？烟雨泼皮，云家走狗，今日便让我碾死尔等。叶岩，你敢杀我齐家之人，今日我要将你的头颅踩在脚下，让你不得好死。今日你齐家还有方家之人，全都得死。4重凝气境而已，
我承认你的修炼速度堪称惊天，但就凭这等境界，也想将我们尽数诛杀，未免太自不量力。4重凝气境，怎么可能一拳诛杀5重凝气境？境界之差如同天堑，在他面前竟形同虚设。龙虎爪。他一拳竟能让我如此，这真的只是4重凝气境？这般天才，纵观苍云城，历史也寥寥无几。叶家这是要出一条真龙啊！若今日让叶岩活着走出这里，日后必定后患无穷。杀！飞剑诀，这把灵剑归我了。我乃是此地天赋最高之人，为何无法掌控灵剑？他竟在排斥我。你的天赋还不够格驾驭你。剑来。为何会如此？叶岩，你不过4重凝气境，我已达8重凝气境。我身怀绿色丹田，拥有刀灵体，你又算什么？绿色丹田便敢称强，区灵体也敢在我面前丢人现眼。刀气斩，灵气果然不凡。这不可能！哼，找死！魂力竟然是魂力，那是魂师！不可能！对敌人的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。千丝斩，啪！就是这时，这3人空有境界，却无实战经验，岂不知杀敌之时绝不可分心，
这都是父亲叶啸天教我的，早已刻在心里。若今日碰到的是那些刀口上填写的8重凝气境修炼者，我绝不会这般轻松。死了，全都死了。炎帝竟拥有这般力量。走，离开这里。算算时间，他们应该快出来了。剑冢地内极为凶险，叶家少年们怕是凄惨了。可不是嘛，能不能活着出来都难。看来言儿、童儿他们凶多吉少了。言儿、童儿，你们没事？他们还活着。我齐家少年呢？我方家之人呢？洞内凶险万分，他们遭遇了凶兽，都被直接杀了。一个不剩。你们怎么？你们还想与我叶家动手不成？祁斗，之前你说什么赌约来着？不过我叶家大度，那赌约就算了。我们走。站住！这么想走？杀了人就想一走了之？叶然、叶童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终究只是剑冢地。接下来的苍云战，我定会夺魁，更要在全城之人的注目下，将叶啸天的名字抹去，取而代之。你岐山可还做不到？我做不到。岐山可是结丹境修炼者，叶家小辈之中，谁能与之抗衡？苍云战之上，叶啸天的名字注定要被抹去，到那时便是叶家湮灭之时。言儿，你竟拥有了灵力，已是4重凝气境，这天赋……算了，我们先回家再说。啸天保佑啊！没想到言儿竟拥有了这般力量，还得到了灵剑，诛杀了齐家、方家的小辈。那些人空有一身境界，怎知当初啸天抵御外敌时，言儿就在城墙上亲眼见证，早已习得实战之道。言儿，接下来你便全力修炼，不问外事。老大，苍云战没几日了，只剩下20余日。你我皆是从凝气境走过来的，深知凝气境前几重易修，越到后面越难。20余日，即便言儿天资纵横，也绝无可能踏入结丹境。所以，苍云战那一日，无论如何都要让言儿离开帝国。他日言儿归来，定能为我等报仇。此又何妨？知晓了言儿的天赋，我等便是死得其所。境界越高，突破所需灵气越浓郁。有这把灵剑相助，应当能让我至少踏入7重凝气境吧。宁，修炼一道怎会轻松？若不提升实力，父亲死后名誉难保，整个叶家也将遭遇灭顶之灾。为了父亲，为了叶家，给我练！如今我已是5重凝气境，这剑掠夺了我的灵力。若非如此，今日我定然有希望突破到7重凝气境，如今却只停在了5重凝气境。嘿嘿嘿，终于苏醒了。谁？不用找了。是此剑在开口。是我。你是何人？何人？是你吸收了我的力量。那灵剑之力，你尚未彻底炼化。严格来说，那本就不是你的力量。不过，这等力量能让我苏醒，你该对我感激。呵呵，万道地体，世间唯一，金色丹田，盖世无双，
魂力天赋古今难敌，最重要的是毅力之强，世所罕见。怪不得你能修炼天地诀，还能唤醒我。我竟被他一眼看穿了所有底细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会在剑内？这么多圣品功法，这若是传出去，连云朝宗都会疯狂前来争夺吧？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我的身份，但我既是被你唤醒，那这几本古书便算是我的谢礼。上古炼丹术、上古符术、上古炼器术。另外，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。苍云山脉深处有一把灵器，就看你有没有胆子去抢。灵气？我如今越发觉得天地诀非凡，只要有灵气便能快速提升境界。你为何要这般帮我？帮你便是帮我自己，不过那里对你而言危险重重，不仅有野兽、灵兽，或许还有其他人争夺。你敢去吗？苍云山脉是苍云城内最大的山脉，剑种地所在的苍云山不过是外围小山。山脉深处不仅有灵兽，甚至有比动能境界。别说我，即便大长老他们进入，也未必能活着出去。有何不敢？不却实力难以提升，叶家终究难逃灭亡。却虽九死一生，但富贵险中求。父亲曾说过，修炼一途，从无平坦之路。好，那你这几日便全力修炼，或许还能再提升几分修为。10日之后，那灵气或许破风而出，届时方可争夺。该死的叶家！叶家竟将我齐家与方家的少年尽数斩杀，这不可能！一定是叶然或叶童天赋不俗，得到了剑种地内的那件灵剑，灵气在手，足以跨越境界一战。没想到叶家藏着这样的天才，倒是我小觑他们了。有天才又如何？无论是叶然还是叶童，还能在短短20余日内踏入结丹境不成？莫说是寻常天才，即便是天之骄子，也绝无可能做到。只要他们没能踏入结丹境，便唯有死路一条。苍云圣碑上叶啸天的名字一旦被抹去，叶家失去庇护，我等便可将其斩灭殆尽。哼，可恨！还要再等20余日，苍云山脉深处之事，没人知道吧？家主放心，此事只有我齐家与云家之人知晓。那柄灵器，我们必定能夺回来。几日前，属下前往苍云山脉猎兽，无意间撞见一方区域有灵光闪烁，分明是灵气出世之兆，而且绝非普通灵气，定是高阶灵气。高阶灵气虽不是圣物，但其价值已然极大。灵气出世时，必会引发不小动静，恐招来灵兽围攻。属下已将此事告知花婆婆，她已应允一同前往。高阶灵气，整个苍云城内，除却城主府，还有哪个家族配拥有6重凝气境，还掌控了圣品高阶武技一剑冲天，这便是我的必杀技。如今再遇方禅等人，即便不动用灵气，也能将他们轻松诛杀。何况天地剑吸收了之前的灵剑之力，已然晋升为中阶灵气。手持此剑，即便面对9重凝气境修炼者，我也可以与之抗衡，甚至将其击杀。时间到了。圣体可无惧瘴气，不知我的万道地体能否抵御？地体果然与众不同。地体，尤其是万道地体之力，何止于此？万道地体得天独厚，世间唯一。这般体质若只用来抵御瘴气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
火烈虎。来的正好。哈哈哈！灵气出世，必将让我齐家更加强大。齐家之人，还有云家的人，看来他们早就知晓灵气出世的消息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灵气出世，必定惊动四方。届时，不仅苍云山脉内的强大灵兽会被吸引而来，苍云城内不少势力也会赶来抢夺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快速解决他们！看来有点麻烦了，不过麻烦的可不是我。打倒了冻灵境的灵兽，而且不止一头。那是苍云山脉的方向，似有灵气出世。晚了就被人抢。寻常灵气，我程主府可不在乎，但这灵光的强度绝非普通灵气，定是高阶灵气。奇刀身怀6重斗灵境修为，6举刀灵体，达到成刀，在苍云城内鲜少有人能与之抗衡。全力出手，尽快解决这些畜生。是。就是此刻，此时齐家众人被灵兽纠缠，正是夺宝的最佳时机，错过此次再无机会。得手。谁？还有人在此潜伏？竟敢夺我齐家之物，找死！抢的就是你齐家。该死！齐长枪，这小子身份不明，但气息不强，务必将灵气夺回来。是。不管你是谁，在这苍云城内敢夺我齐家之物，便要死！宁气境的小伎俩也敢班门弄斧？山洞，这是紫焰石狮的气息，难道是他的巢穴？天人心中清楚，紫焰石狮最低也是结丹境修为，成年紫焰石狮可是堪比斗灵境，凶悍无比。赌一把。
这里有紫焰石狮的气息，这小子竟敢闯入其巢穴，不过是6重凝气境修为，分明是自寻死路。小紫焰石狮，这小紫焰石狮应该堪比1重结丹境境界。兽族本就肉身强悍，即便2重结丹境修炼者也难将其镇压。不过兽族肉身虽强，却有一个致命缺陷，魂魄弱小。不知我所修炼的上古御兽术能否驾驭此兽？玉。叶岩的魂力天赋虽超然，但当前魂力也只能堪比7重凝气境修炼者。即便兽族魂魄不强，他也只能驾驭兽族。这小紫焰石狮已是1重结丹境，他根本驾驭不了。再遇。换做旁人，此刻早已放弃，但叶岩心智坚毅，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催动全部魂力，尽数灌注到御兽符之上，符文光芒愈发炽盛。魂力突破，没想到在这等绝境之下，他竟能逼出自身潜力，魂力直接突破。如今单纯魂力强度已然堪比8重凝气境修炼者。这便是御兽吗？果真奇妙。没想到短短时间内，他竟将上古御兽术修炼到这等层次，天赋与毅力都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或许此事我能复生，或许那件事也有一定的可能。小子，你无路可走了吧？去将他们全部斩杀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难道此人在山林内长大，天生与兽族亲近？哼！即便有着畜生相助，你也要死！死？若是之前被你们追上，死的或许是我，但现在可不一定。紫焰石狮终究只是1重结丹境，只能抵挡他们片刻。今日唯有突破境界，才能彻底化解眼前危机。这般宝物，难怪齐家会如此疯狂。想必苍云城内不少势力也都被吸引过来了。练。强行吞噬高阶灵气，以你当前的力量根本无法镇压，身躯会被撑爆。快将其吐出！吐出入体之物，我怎么再吐出？给我练！这疯子竟是如此疯狂之人，这般举动只会自寻死路罢了。这疯子竟是成功了，倒是有几分意思。这便是万道地体的好处之一。找死！杀！死！不过是个6重凝气境的小子，也敢主动出手，便让我来。不对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该死！
千丝针。好。叶岩，周身灵气暴涨，天地剑散发出璀璨光芒，正是圣品刚结尾期，一剑冲天。一剑冲天。我二重结丹境的修为，竟惨死在一位凝气境修炼者手中。追！是成年紫炎石狮。这小子似是在山林中长大，竟驱使着小紫焰石狮斩杀了齐长枪执事等人。走，快退！差了一线，若是再快一分，便可将岐山诛杀。小家伙，此次多亏了你。我已将御兽符解开，你恢复自由了。不过我叶岩欠你一份情，他日若有机会相遇，定当还你。9重凝气境魂力堪比8重凝气境，如今即便遇上1重结丹境修炼者，也可一战。境界差距难以跨越，1重之差便有天壤之别。更何况是凝气境与结丹境的巨大鸿沟，寻常人眼中10个9重凝气境也未必能抗衡一位1重结丹境。但我修炼天地诀，每吞噬一次兵器，经脉、骨骼、5脏6腑都会被淬炼，肉身强度丝毫不弱于兽族。再加上金色丹田凝练出的精纯灵力，方能做到跨境界一战。此事若是传扬出去，必定震动整个苍云城。世间能跨境界一战者，寥寥无几。这等力量还不够，岐山已是2重结丹境。好在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，距离苍云战仅剩10余日，还有时间准备。那个苍云城还有何处有灵气？帝国内也可以。不知。我如今已达9重凝气境，寻常灵气对境界提升毫无用处，唯有高阶灵气乃至圣气方能见效。可这类宝物珍惜万分，可遇不可求，只能按部就班先行修炼了。修炼一行难有捷径，唯有每日刻苦修炼，方能根基稳固。唯有每日刻苦修炼，方能根基稳固。该死！那人若让我知晓是谁，我必将其碎尸万段。若非那神秘少年横插一脚，齐家绝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可据岐山所言，那少年能与兽族沟通，似是山林中长大的野人。碍于紫焰石狮的威慑，这仇竟无从报起。齐家主还是好好准备苍云战吧，别到时候再出什么纰漏。有我儿岐山在此，苍云战绝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岐山已是2重结丹境，这般修为在苍云城年轻1辈中，除却城主府，无人能与之匹敌，足以横扫所有少年对手。叶家，此次苍云战，叶啸天的名字必须抹去，叶家必须覆灭，叶岩也一定要死。没有人能影响飞月、飞雪2位小姐的声誉。即便齐家道士不济，云家也早已备好后手。届时我会让全城之人亲眼见证叶家的凄惨落幕。只要叶啸天的名字被从苍云圣碑抹去，史册上的记载还不是由云家说了算。他所谓的英雄之名，终将被篡改抹黑。唯有不断变强，才能化解所有危机，守护好叶家。
魂力已然堪比9重凝气境。此次突破，叶岩不仅魂力大增，还领悟了符文之术，可凝聚数道不同功效的符文。风符、雷符、雾符。符文之威果然非凡，若能凝聚数十道乃至数百道符文组成阵法，爆发的力量定会更强，甚至可布下聚灵阵，引天地灵气汇聚一地，供家族宗门子孙世代修炼。怪不得符阵师如此受尊重。阵法师又称符阵师，在岩界内与炼丹师地位相当，皆处于顶尖行列。各大强大宗门、家族无不将符阵师奉为上宾，礼遇有加。我曾见过无数符阵天赋卓绝的天之骄子，那些人皆名流言界古籍。可他们年轻时从参悟符文到凝聚第1道符，最少也用了3个月时间，而叶岩竟能一次性凝聚10道，这般天赋古今罕见。此事若是传开，整个岩界那些自诩符阵天赋超群之辈，都将黯然失色，羞愧难当。结丹境与凝气境截然不同。所谓结丹，是在丹田内化出一方灵丹，灵力越凝成的灵丹便越强悍，甚至1重结丹境也能抗衡2重、3重结丹境修炼者。明日便是苍云战，齐家很想打败我叶家吧？云家想要我父亲的名字从苍云圣杯上抹去，对吗？云飞雪、云飞月更是想让我与叶家彻底陨落，对吗？一切休想！明日我会让苍云城所有人都明白，我父亲的荣耀不容任何人亵渎。身为人子，叶岩绝不容许有人玷污父亲叶啸天的在天之灵。念头既定，叶岩转身踏出院落，向着灵阁方向而去。他想再碰碰运气，若能寻得一件更强的灵器，明日苍云战的胜算便又大一分。让妍儿去吧，明日便是苍云战，齐家乃至云家之人，今日绝不会对他出手。他们更想让妍儿亲眼看着叶家落败。是啊，而且这样也能让齐家、云家安心，让他们知道妍儿还在苍云城内，不会提前防备。希望妍儿能不负我们众望，几年后归来，再复兴我叶家。难道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俨然他们……我们已拿出家族几乎所有底蕴，还从灵阁购置了丹药，全力培养。即便如此，叶然也只是踏入8重凝气境，叶童刚达到9重凝气境。这般境界虽不算弱，但岐山已是结丹境，境界的鸿沟根本无法跨越。真到了生死一战之时，我们纵死也要护住家族小辈。呵，慎言，叶家得罪了云家，云飞雪可是圣人级别的存在，再多言你性命难保。无论是齐家还是方家，都会第一时间将叶家淘汰，叶家根本没有任何胜算。哎，想当初叶啸天也曾为苍云城浴血奋战，城墙之上至今还残留着他的血迹。如今他的家族却落得这般境地。快看，那不是叶岩吗？我还以为叶家会提前把他送走，没想到还敢让他出来。叶家怕是要鱼死网破了吧？再说送走叶岩又能如何？他丹田早就被废了，难不成还能翻天不成？叶岩丹田恢复之事，唯有叶家核心之人知晓，外界皆以为他仍是废人。听着众人的嘲讽与轻视，叶岩眸子深处泛起一抹冷意。终有一日，我会让整个苍云城的修炼者都明白，云飞雪乃至整个云家，在叶家面前不过是蝼蚁而已。在
在你左手边有一块散发着紫色光芒的石头，买下来。这是灵气。不是。叶岩心中疑惑，不是灵气，以此为何让他买下？但它比灵气更有价值。此时多少枚灵币？20枚。有此石头，明日苍云战，你的把握将会更大。魂力果然是宝物，这石头内里必定不凡。有此宝物，明日苍云战的胜算确实能再大几分。叶岩，岐山、岐长剑，岐家的人竟然在这里等着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。叶岩，你敢不敢在这赌坊内赌一手？我来此是为了压我齐家明日苍云战夺魁，你敢来叶家？你齐家不忙着奔丧，还有雅兴来赌坊？明日便是苍云战，叶岩，我想亲眼见到叶家如何惨败。你父亲叶……明日苍云战上，我叶家依旧会傲立在这苍云城中。笑吧笑吧，笑着笑着，你齐家之人就全死了。这是城主府开的赌坊，应该很讲诚信吧？苍云战能重开，城主府可是出了不少力。叶岩，真的要赌？叶家1赔100，之前还是1赔50，不过去林阁转了一圈，赔率就翻了倍。叶岩，你要压谁？也要压齐家吗？戏谑，岂不知我今日来赌，就是要让整个城主府彻底哭泣。9重凝气境野兽的受精，这价值可不低，至少相当于200枚灵币。压住叶家，1赔100的赔率，若他赢了，岂不是能得到100枚同等受精？行，你疯了！叶家怎么可能有希望？若真有希望，整个苍云城也不会无一人压住叶家。叶岩真是愚笨，这是白送城主府一颗受精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这小子是吓傻了吧？这枚受精怕是叶家底蕴，就这么拿来送城主府。叶家出了这么个人，真是可悲。叶啸天当初何等非凡，可惜生了这么个蠢儿子。明日有好戏看了。这便是叶岩。是，小姐。爷爷让我来救的，就是这等人。爷爷当年误入苍云山脉深处，被叶啸天所救，欠下恩情。如今叶家有难，叶啸天已死，爷爷念及旧情，要我保住他唯一的儿子。可他这般模样，为了他得罪云家、圣人，甚至云朝宗，值得吗？叶啸天当年何等英雄，何等天纵之才，若他不死，必成圣人，叶家在帝国也能赫赫有名。云家怎敢如此放肆？可惜英雄已逝，其子无能啊！这终究是家主吩咐，我不敢违背。明日看一看吧，若有机会，便暗中带他离开苍云城，甚至远离帝国。云家想必查不出是我们所为，也算还了叶家恩情。若无机会，我也只好回去向爷爷谢罪了。如此也好。果然奇妙。斩，竟是如此坚硬。魂玉，这段时日在天地剑空间内读了太多古籍，见识大增，一眼便认出了这图形。魂师可将自身修炼的魂力凝聚在古玉中，从而形成魂玉。
一块魂玉至少价值500枚灵币，在万岩帝国内更是有价无市，不少修炼者连听都没听过，而且唯有魂师才会购买，普通修炼者拿着毫无用处。对于普通修炼者无用，但对于魂力修炼者来说，绝对是至宝。这块魂玉内的魂力极为充沛，说不定能让我彻底踏入结丹魂师层次。这一次真是赚大了，多谢。无需如此，我说过，你变得强大对我而言有好处，而且唯有你强大了，才能帮我做几件事。这到底是什么事？知道太多对你没什么好处。说到底，还是自己太弱了。唯有提升实力，才是解决一切的根本。七。踏入结丹魂师后，魂丹会浮现星辰之光。一颗星辰者天赋极差，结丹境便是中途。100颗星辰者天赋极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1000颗星辰者世所罕见，有魂力称帝之可能。1000颗星辰便有称帝可能。叶岩竟凝聚出了10000颗星辰，这彻底打破了我的认知。这便是结丹魂师吗？这般感觉当真强大。虽境界只相当于1重结丹境修炼者，但全力施为下，我有信心诛杀齐长枪那样的2重结丹境修炼者。跨越层次可一战，这便是结丹魂师的底气。没想到倒是魂力先突破了。云飞雪，明日我会让你的名字彻底从苍云圣杯上消失。但凡能留名苍云圣杯者，皆是非凡之辈。只可惜叶啸天的名字今日就要被抹去了。当年苍云城被敌国围困，城墙下还有灵兽环伺，是叶啸天一人一剑大杀四方，才换来了苍云城这些年的安宁。可惜啊，叶家得罪了圣人，在这万岩帝国内，圣人便是至高存在。今日叶家怕是要凋零了。我听说叶岩昨天在赌坊拿珍贵兽精压叶家赢，真是可笑，庶子无能，自寻死路罢了。你说城门被封死了？大长老，我们也没想到城主府竟如此绝情，赶尽杀绝！这是要把我们叶家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啊！该死！如此一来，言儿岂不是？大长老，门外有人求见您和严少爷，还说他们是来救严少爷的。是谁？不知，他们身份颇为神秘，一直戴着斗篷。快请。另外，去请言儿过来。本以为已是绝路，没想到竟能绝处逢生。只是这两人的身份实在令人好奇。灵台镜，好眼力！我如今不过6重冻灵境，齐家家主齐刀，方家家主方灵，也只是这个境界。整个苍云城，恐怕只有城主府才有灵台境修炼者。这般强者，为何会主动前来叶家？当初我爷爷欠了叶啸天先生一个恩情，今日特来偿还。是啸天？阁下来自帝都柳家？没错，我爷爷正是镇南王柳震。此事我曾听啸天提起过，不过对他而言只是顺手之劳，从未将其视作恩情。没想到镇南王竟一直记在心里。两位真的能救下言儿？若是能成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叶家都应允。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只是不知叶岩是否愿意答应。什么办法？让叶岩当众承认，他与云飞月的婚书乃是叶啸天伪造的，
我想了一夜，暗中带叶岩离开泰国冒险。如今城门已封，唯有这个办法，或许能保他一命。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。让我承认内等之事，云家休想。我父亲之命，谁人敢玷污？若诸位诚心而来，我叶家一定欢迎；若只是如此，那我叶家也只好送客了。有时候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得低头。唯有当众承认婚书是伪造的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到那时，云家想必也不至于赶尽杀绝。低头，低头，像齐家还是云家？说真的，就凭他们，想让我低头还不够资格。这种大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人活一口气，若为了苟活，让父亲死后背负骂名，让叶家尊严扫地，我绝不会答应。何况，谁说叶家今日苍云战一定会败？有我叶岩在，今日叶家必能傲然立足于苍云城。有何不能说？我叶家从未怕过任何人。叶家执意如此，那我便也是无话可说。两位，请吧。有你父亲当年的几分气概，齐家乃至云家的确不能让我叶家低头。纵是亡，我叶家也要站着死。叫上叶家的小辈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是。我叶家曾经不过是苍云城内一方小家族，莫说今日的吴家，甚至连赵家等门户都不如。是萧天用一己之力带着我们叶家走到今日，能与齐家、方家并列。若当年不是为了让叶家有所发展，萧天怕早已成就圣人之位。大长老所言句句属实。是叶啸天为叶家挣来兵器、丹药与偌大家产，是他指点我们修炼，助我们达到今日境界，也是他守护苍云城，让叶家免于覆灭。若他孤身一人，抛却家族羁绊，早已是圣人之躯。今日我叶家生死难料，但凡叶家之人，必当感念啸天之恩，全部都给他上一炷香吧。他们生在叶家，我们却无法护他们长大成才。若下辈子还当生在叶家中，啸天叔若是战死，我便去地府找你，也好再向你请教修炼之道。父亲，您的英名不会被人忘却，苍云圣杯上将永远留下您的名字。出发。叶家全出，不留一人。就算是傅如也来了吗？叶家好强大的气势，这便是叶家的骨气吗？只是终究可惜了。这几日城主府一直派人守着城门，今日更是将城门封锁，哪怕是叶家的一只苍蝇，也休想离开苍云城。正该如此，既是出手，便要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。今日之后，小姐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快看，叶家的人来了。叶龙今日看你心情不错，那自是比你齐家好点，毕竟我又没死儿子。你，哼！今日我儿要在这里光耀四方，更会留名苍云圣杯，而你叶家则注定凄惨落幕。叶家今日真的要完了吗？哼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完全不明白自己在面对着什么。小姐息怒。既是他想死，那我也不拦着。不过我倒是想要看看，他有着什么资格说齐家乃至云家都无法让其低头。等到齐家的屠刀落下的那一刻，我看看他是否还会嘴硬。苍云钟响了，苍云战要开始了。当初飞雪小姐年幼之时，在下曾见过花婆婆。今日有花婆婆前来，定可使苍云战更添光彩。花婆婆不过是冻灵境修为，苍圣却是实打实的灵台境强者，竟对她如此客气。背靠云家还看着云飞雪、云飞月两位小姐长大，花婆婆的地位可想而知啊。城主过谦了，既是如此，那这苍云战便开始吧。好。每一次看到这一幕，都满心震撼。这便是
今日整个苍云城都能看到这10个名字当空而立。他的名字也配与父亲并列。今日苍云战再开，我等当谨记这10位先辈的功绩。不过苍云战自有其规则，最终夺冠之人可划去圣杯上1人名字，刻下自己的名字。这是传送阵。当年的苍云先生不仅是圣人，更是一位符阵师，那是我苍云城何等荣耀！每一届苍云战参赛少年都会被随机传送到一片幻境之中，这幻境虽为虚幻，却与真实无异。上一届众人进入的便是苍灵山的幻境，随机传送也是为了防止作弊。唯有从幻境山脉中走出之人，方能进入下一轮考核。但幻境之中危机四伏，不仅有圣人之力凝聚的兽族，更允许参赛者互相诛杀，凶险万分。记得上一届有1300位少年参赛，结果70多人殒命，500多人受伤。最终只有100多人通过考核，其余全部被淘汰。手持此玉佩进入幻境，若遇致命危险想要退出，可直接捏碎玉佩，10息之后便会自动退出幻境。虽能保命，但一经使用便视为淘汰。苍云战共3轮考核，第1轮不过是淘汰战罢了。叶家的少年恐怕在这一轮就会彻底被淘汰，能不能活下来都未可知。玉佩虽能保命，却要等10息时间。叶家少年能撑过这10息吗？之前他是4重凝气境，以他的天赋，如今顶多达到5重或6重凝气境。这等境界在参赛少年中算不得强大，但叶家今日已是拼死一战，便不再阻拦他了。哈哈，有意思啊！叶家的玉佩已被城主府动了手脚，叶家少年必将尽数殒命于幻境之中。所有人一同上前踏入阵法，2个时辰内未能从幻境中走出者，视为淘汰。起！第1轮考核彻底开始了。你们想要赌什么？我知若是赌其他，你叶家未必敢。今日就赌一条胳膊，你可敢？长老，言儿刚才临走时让我将此信交给你，竟是叶岩写的信。无论何人与您赌，应允下来，我一定带着叶家走出幻境。我叶家有何不敢？既你想赌，奉陪到底。什么？叶家竟然赌了？这岂不是找死啊！叶家毫无胜算啊！叶然，叶童虽是叶家天才，但绝达不到结丹境，而齐家、方家都有结丹境强者坐镇，叶家必败无疑。叶龙，我方家也想一赌，同样赌一条胳膊。好，我叶家全部接下。叶龙若失去2条胳膊，铲除叶家便更易如反掌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还有城主苍圣在此作证，叶家就算想赖账也不可能。叶龙疯了吗？看样子是了。叶家之人，难不成嗜赌成性？叶小天一世英雄，没想到家族后辈竟如此鲁莽荒唐。幻境，这是苍云山脉内的苍元山。若非我是魂师，恐怕很难察觉端倪。大长老应该看到我写的信了吧？齐家性子贪婪，必定会主动赌约。真以为我叶家无法从这里走出去？幻境中，众人分散，唯有抱团才能全员突围。果然是苍元山。昨夜城主府已传信告知考核之地。虽说幻境本是随机生成，但城主府可暗中操控，这便是我们齐家、方家如此自信的体现。
催动这印记可凝聚幻境内的力量，无论发生何种变故，都能将叶家之人彻底铲除。城主府为了结交云家，还真是费尽心思。不过，既然有这后手，便不用我亲自出手了。我要第一个走出此地，成为第1轮考核的第1人。昨夜得知考核幻境是苍原山后，我们便约定好，踏入此地后，先在此会合。除却岐山之外，我们都已到齐，想必方家也是同样的安排。接下来，我们分成2波寻找叶家之人，一旦找到，立即格杀。若有变故，可催动玉佩内的力量，那相当于9重凝气境的一击之力。这是我叶家独特的标记，看来其他人在前方那处山涧。方不闻，虽未达结丹境，但将近20岁，便踏入9重凝气境。好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们也好，接下来便将你们全部斩杀。杀！方不闻本人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劲，双方差距悬殊，叶家少年们难以抗衡。接下来你们便死了。至于想动用玉佩离开，哈哈哈，那等好事就别多想了。玉佩被做了手脚，难怪方不闻如此有恃无恐，城主府竟然如此卑劣。我叶家之人也是你们能动的。叶然、叶童、叶岩，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既然你们全都来了，便一同死在这里吧。没想到你们实力都有所提升，但身在此地，终究逃不过死路。同样参加苍云战，我们的玉佩连保命都做不到，方家的玉佩却能凝聚幻境之力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怎么，抵挡不住了吧？那就死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是你，剑种地，是你，还不算太笨。连方不闻都死了，我们根本不是叶岩的对手。你们觉得自己走得掉吗？叶岩，你就算达到9重凝气境，我们的玉佩已然碎裂，时息过后便可离开此地。时息时间足以斩杀尔等。炎帝，没想到你竟达到了这等境界。哮天叔若知晓这一切，必定会无比欣慰。走。符文之气，而且极为浓郁。这里应该是幻境中一处阵法所在。这是野兽，是相当于9重凝气境的野兽。我们找到了。
踏入这传送阵，便可进入下一轮考核了。不过这里的灵气气息好生浓郁，若能在此修炼片刻，可稳固我们的现有力量。至少叶家的少年们彻底安全了。接下来我还有其他事要做，你们在此修炼巩固修为，若遇凶险，直接进入传送阵离开。炎帝，那你呢？方家、齐家的其他人应该还在幻境内，所以我们跟你去。允帝，让炎帝自己去吧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前去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炎帝万事小心，方不语和岐山终究是结丹境修为，不可大意。结丹境修为又如何？若是遇上，一并诛杀。叶岩，哈哈哈，就你一人。先别杀他，我要让他跪下来为我。齐家之人，除却岐山之外，尽数伏诛。接下来只剩下方家残余的一批人了。那是岐山，他竟是第一个走出幻境的。方不语，齐家和方家这两位，果然是苍云城天才中的顶尖之辈。这一届苍云战，分明是他们两人的对决，其他人都只能沦为陪衬。这人是谁？不是齐、方、吴、赵四大家族之人，显然也不是叶家少年，出身应该不算强大，没想到竟能第三个走出幻境。是我留的一张底牌，齐家办事不力，这孩子便可横扫全场。他的实力可比岐山还要强悍几分。恭喜齐家主，看来此次苍云战的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。方不语虽是天才，但终究不及岐山。一重结丹境怎可能与二重结丹境争锋？岐山若能夺魁，便可在苍云圣杯上留名，这是100年乃至1000年难遇的荣耀，整个齐家都将随之光耀。未来岐山若能进入云朝宗，即便成不了圣人，未必不能踏入灵台境。一切还未结束，诸位恭喜的太早了。何况叶家说不定也有人能夺魁。叶家还能夺魁，齐道这是在赤裸裸的讥讽叶家。叶家能不能有人活着走出幻境都未可知。找到了，叶岩，你就是直接飞跃过来的，大家小心！可惜从你们决意诛杀叶家少年的那一刻起，结局就已注定。晚了。魂师是结丹境魂师，看来岐山、方不语已经离开了幻境，倒是可惜了，没能一并解决他们。时间快到了，叶家人果然一个都没出现。昨夜城主府已然传话，幻境内传送阵旁灵气浓郁，适合修炼。齐家少年诛杀叶家之人后，想必是在原地稳步境界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虽不能大幅提升实力，却能夯实当前修为。最后惋惜时间，看来不用我们出手了，叶爷应该已经死在幻境中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小姐，他还活着。怎么可能？他们难道是从一开始就躲了起来？一定是这样，叶家这运气也太好了些吧。夺
我叶家何须躲藏？这小子狂妄到了极致。若是一位结丹境天才说这话也就罢了，一个终生只能停留在筑体境的废物，也敢如此放肆啊！哼，筑体境现在都这么狂妄了。叶岩，纵使你叶家靠好运通过了这一轮考核，接下来我齐家少年也定会将你们彻底淘汰。你齐家少年就岐山毅然吗？那是齐家的麒麟，齐火，还有方家的方不闻等人，他们竟然全死了！可恨！叶然、叶童虽是叶家天赋最强者，但绝不可能有能力斩杀这么多家族天才。至于叶岩，一个丹田未废的废物，还想诛杀我齐家少年天才，简直是做梦！幻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两位，之前的赌约还作数吧？这么多人看着，难道你们还想赖账不成？叶龙，看来齐家、方家也不过如此。今日苍云城人人见证，齐家、方家就是出尔反尔的耍赖之辈。好了，苍上，这是想掩盖此事，偏袒齐家与方家。城主府的卑劣，他默默记在心里。这笔赌约之账，叶家早晚要讨回。言儿究竟是如何做到全员存活，还斩杀了齐家、方家众人的？接下来便是第2轮考核，若能通过第2轮考核，便可进入最终决战，争夺苍云战冠军。这一届苍云战，岐山方不语倒是不错的苗子。可惜呀，比起上一届还是差了些。不过这也算是不错了。看来叶家是彻底要亡了。是苍云台真正精彩的时刻要来了。第2轮考核在苍云台上撑过1炷香时间，1炷香后仍留在苍云台，上者便可进入最终决战。叶岩，待会儿我看你还如何狂妄！我要让你叶家之人全部倒在苍云台上！就凭你们还做不到？第2轮考核开始。这是曾经我们苍云城的圣人苍云，仅仅是一道虚影而已，散发出的威压就如此强悍，圣人之力果然深不可测。拉下去，淘汰，淘汰。此人实力怕是比岐山还要强悍，苍云城内竟有这号人物。该死！该死！叶家这是拼了命要把叶岩留在台上，留下一个连凝气境都达不到的废人，就算能参加决战，又能有什么作为？快看，那虚影又要出手了！叶家之人竟然没倒下，他们的实力明明不算顶尖，或许是意志足够坚定吧。意志坚定者本就能承受更强的威压。我们进入决战了。没想到这一轮过后，只剩下36人了。这36人皆是我们苍云城的顶尖天才啊！叶家人到底在搞什么？叶岩也配站在苍云台上？本来因为叶啸天的缘故，还对叶家留有几分好感，没想到他儿子竟如此不知好歹。这
简直是对苍云台的亵渎！没有半点天赋，却硬要留在台上，这是让整个苍云战蒙羞。如此愚昧的家族，今日就算不灭，日后也必遭覆灭。决战开始吧！决战开始吧！苍云战决战，最终能留在苍云台上者，便是本次苍云战的冠军。哈哈哈！一群宁气境的蝼蚁而已。结丹境，今日便让你们叶家众人全部死在这苍云台上。这是灵尸体，没想到方不语竟是灵尸体。拥有此体质者，动则如灵尸出来，不仅速度极快，肉身强度更是同境界内近乎无敌。就凭他一人，便足以横扫整个叶家。哼，叶龙，看好了，接下来你叶家的少年将会一个个倒下，我儿一人便可横扫你叶家所有。就这等实力，还想杀我叶家？你杀个卵子吧！我去，他一个筑体境，凭什么这么狂？哈哈！方不语不愧是方家天才，可愿加入我剑灵宗？那是剑灵宗的人，我见过那位中年，是剑灵宗的一位执事。天啊，是剑灵宗的亲自邀约，这可是一步登天，真正的一步登天。哈哈哈！